哇，大家快看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绝了，堪称现实版的世外桃源。我们在贵州的大山深处，竟然发现了一户岛上人家，这环境无数人看了都想拥有。远远望去，只见岛屿上矗立着一座别致的2层木屋，周围被郁郁葱葱的树木环绕。这里四面环水，景色宜人。而想要到达，唯一的方式就是乘船。难道这里是什么隐士高人的隐居之地吗？带着强烈的好奇心，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探访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贵州遵义。我身后呢有一片湖，在这个湖的中央呢有一座小岛，岛上建有一座非常原始的木屋。大家看。平静的湖水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把周围的山水以及这个木屋都倒映在了湖水里面，像一幅流动的画一样。我非常的好奇，到底是哪位高人在这个岛上隐居呢？等会儿呢，我们准备坐船上去，带大家上去参观一下。现在我们准备登船上岛。这个船坐哪里啊？这样做吧。看到这个岛呢，我就想到了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这个岛呢，像是某位高人修行的地方。这个船呢已经靠岸了，现在我们上去。这位呢就是岛主了，老公你贵姓？姓杨。姓杨。我看到我们这个岛好漂亮哟，有没有想过后续再给它改造一下？这个以后可以考虑哈。可以考虑哈。现在我看到这个地方哈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地方其实还有很大的改造价值的。确实是，这个多数人来耍都还是觉得可以。我看到这儿好像潮度长得蛮高了。这主要是没管理。没管理。哦，之前是搞过的哈。以前没搞过，以前就是个荒岛，这个房子筹，这可能筹6、7、8年。这个以前是荒岛啊，然后这个房子是你们后面修的，那这树应该是它原本长在这个岛上的哈。以前杨都没得。哦，这个树也是你们种的啊？这树栽的时间长点，可能有20多年。20多年。这个房子要多年了？这个房子的苗头来，从起源开始的话，可能有100年左右。100年啊？这个是以前他们的老房子拆了搬在上面的。哦。这个房子虽然它凑在上面，在这个岛上没凑几年，但是这个房子的历史有将近100年。我这个房子它的历史有100年，它这个房子的这些材料是从他们的老房子然后拆上来重建的。我看到这些坝都是围起的，它是沿着有这个岛吗？还是后续它蓄水把那个上升了这水位？这个岛一直都是这样，但是有所改变的就是它的排水口。排水口。排水口以前是在最右这个那边，最边上的，过来改得最简单的，这些都是经过政府改造了之后，它以前没得那个坝坎不是水泥，全部都是那种泥巴做的，这是政府改造了之后改的半水渠。哦，意思说这个岛是从你记事起来，这个岛就有了。啊，这个岛，这个水库的历史都追溯到杨辉自己造的300年。哦，杨辉，哇，300年多啊！朝末的时候，造的配给它的风水，配给它的风水宝地。对，它风水，它以前真的是没得水的，这个是它人工做的那个坝坎。哦。配的它的木料，配的它的风水。这个杨辉他应该是一位屠师哈。屠师。这位屠师，哇。应该是，因为他是24代吗？ 24代。这个杨辉呢是由以前的
本土的一位土司。那么他呢，他为了找一个风水宝典哈，应该说为呢？今天是应该他是在铜人。哦。他的当官在铜人当官。在同仁当官，也说他。我刚听刚才有一位哥讲，他后面有一片古坟吧？哪个？就是那边有一个古坟吧，有坟来杨氏土司的。在的是他家坟。他家坟。在岸边，在的有可能有比这个地方还大的一个地方，是他家的。我们还是说的是那种叫做，我在那个说他家那种叫做哪种东西啊？那种湿了的那种排的那种，就是哪样我有点忘记了。等于说祠堂，祠堂。对对。等于说这个地方以前它没在这个水库，然后它是埋上了这，它为了搞一个风水，它所以你在搞那个水库，给它配的风水。给它配的风水。以前这个水库是挖出来的吗？还是挖出来的？哦，挖出来的。哇，它这个水库是几百年前，然后杨氏土司他为了寻找一块风水宝地，然后刚好找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它又缺水，然后我就人工搞了这个湖。基本的数据。哦，按树都是配的啊。对啊，他凑了这个水库的时候，拿来是泥巴，他就来巩固他的坝坎的时候栽的那些树。哦。全部是几百年的树。哇。哦，你们这里这个历史挺悠久的。不得了啊，这个地方。因为在以前古时候，在上面都还是确实是有房子，但是。我小时候就没见过，那时候那个上面的房子，它是一个寺庙，是那时候的是应该是等他家造，就是那时候等他看墓的人嘛，那种叫做守墓人，在上面呢都建那个庙子叫做水云社。以前在上面本来都有庙。以前本来就有庙。对，古时候那种我们都没见过。有坟好不好？它不是坟，就是个岛上有个庙。岛上有个庙。水云社。水云社。对，它就周围团都是水。它上面的是以前那个是，就老人家晓得了，以前那些都有那种木桩打那种栈道。栈道。都是那种站在水里面，拿那木板铺起，在水里走进去的那个水云社，还有人专门来这里守庙。哦。叫它的名字叫水云社。如果说以前那个古庙还在的话，一定非常的有意思。他那些都是他家后面还有座，他家祠堂也是一个寺庙，叫雷音寺，都是。雷音寺。啊在后面那些，还有块碑，你们可以去看下那个乌龟。啊。起码人那几个大个乌龟，乌龟上面都是起码3米高的一个。必须。什么啊？那个我一时想不起叫那个叫什么名字了。但是以前那些全部。这里风景还真的漂亮的哈。嗯。要他要给飞机飞出来肯定影响。就是我们站在对面看的话也好看，如果是往在这儿对着也好更好看了。以前这里滑翔伞的时候要在那个山上，后面有个山，它以前滑翔伞的搞的时候，真的以前有个滑翔伞基地，要在那个山上往下面往下面看，他看得硬，宽硬整体都可以，你看到的会把整体都看到，你能看不出来，就只能看到。可能俯瞰哈，俯瞰我看。我看上面岛上还种了有果树呀，那个是不是杨梅树呀？杨梅树是我们这里以前啥都没得，就是个岛荒的。以前是个荒岛。对。然后你们在这个岛上这里树啊，修了一个房子，这上面还是通电的哈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你们想法还是可以的。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岛上做呀？你们光修这个房子？兴趣都不放。我看上面还有卡房哈。那个是有些他们可儿东西钓鱼的哟。哦。那下面还搞了有烧烤啥子人还搞了有。烧烤有些人来耍一下，或者家人那些进来耍去做哈。特别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那个桃花岛，再种点花哈，然后再给它随便改造一下，其实很美的。以后来的人更多。你把它改成全部把它头出来种成花。对。那看起来好看些。岛主和我的想法一致，我也是想把这个岛上种满花。好，谢谢过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，我们来参观一下周围的环境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1楼，这个房子总体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你们看，四面透风。现在是炎炎的夏日，我在这里面一点都感觉不到炎热。上次不是有粉丝朋友叫我们和阿泰互动吗？今天呢，我们特地邀请了阿泰哥来。
他现在在飞航拍的，没有空。你们先看一会儿。好。这个老板呢，他以前是在这个岛上经营烧烤的，不过以前他那个客流量比较少，现在已经没有经营了。如果说大家想来这个地方的话，他老板是可以提供农家乐，可以提供饭菜的。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杂物间了。我们上2楼去看一下，它这个房子一共有2层，整栋房子呢是一个木质结构。这里呢就是2楼了，2楼摆放的有很多张床，这里也是。不得不说，这上面真的是非常的凉快，像现在夏天都不用开空调的。这边这个门它是上锁的，现在已经变成岛主的一个储物间了。房子的内部设计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别看它这里是一个孤岛，它是通电的。现在我们再到外面去看一下。这个岛上还安装了生活用水。这边还有一个小的木质房子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有一个疑问？在这个岛上，如果说方便怎么办？这个就是了，这个就是一个厕所。它这个厕所和这个房子它还是比较和谐的颜色。如果说搞一个砖房的话，它就显得有点突兀了。房子岛主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，他的想法还是不错的。在这个岛的周围呢，种满了这些大树。听岛主说呢，是他在年轻的时候种的，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了。刚好现在这个炎炎夏日，刚好可以躲在这个大树下乘凉。在旁边还种了几棵果树，这几个果树呢是杨梅树。虽然说这个岛不是我的，但我已经想好了以后在这个岛上生活的样子了。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景。现在我们是在房子的正前方，你们看，我从这里看过去，风景好美啊！在底下呢，还有一片美丽的田园风光。这里绝对是钓鱼者的天堂，这里不仅有吃的，还有喝的。如果说在这个岛上待几天的话，也是不成问题的。这个湖呢是杨大哥他们父母承包过来的，现在等于说是杨大哥他是子承父业。这上面这些房子以及这个地呢，都是他们承包过来之后，然后才开始打造的。这个湖呢，它也不是天然湖，这个湖呢，它是一个人工湖。说起这个湖的历史呢，可追溯到几百年前。那个时候不是兴土司制吗？然后杨氏的土司他们来这里寻找一块风水宝地，刚好这里呢符合他们的要求，唯一的一点就是缺水，然后他们就打造出了一个人工湖。这栋房子的建筑历史呢，在近10年左右。如果说起它这个茶叶的历史的话，那可有近100年的历史。杨大哥呢，他主要是在这里养鱼。我感觉这个地方啊，是我去过所有地方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。你们看，它周围被这个湖水给环绕。如果说你不想被世俗打扰的话，可以久居于这里。按照历史来讲的话，它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。如果说大家想来这个地方游玩的话，可以直接导航遵义波州区白果村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